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张伟崇，欢迎来到 AI 办公赋能课堂。本节课呢，我们来学习用 AI 帮你构思各类标题，无论是在培训、汇报，还是在新媒体各类的平台，标题呢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。它能够吸引潜在的读者或现场的观众呢，对于我们后面讲的内容更加的感兴趣。所以总的来说，标题的作用呢，是为了吸引眼球，提纲挈领。那么如何起一个让人看完之后就想要听你讲、看你的内容的标题呢？接下来我们可以用 AI 帮我们来完成这样一项工作。首先呢，我们来看第一个场景。比如说现在呢，你要做一个年终总结汇报，现在要在 PPT 当中起一个标题，这个时候你会怎么来起呢？很多人在做年终总结的时候呢，会直接把这一个活动的名字呢作为标题，每一个人呢都是2020几年年终总结汇报，其实这一个标题是没有任何信息量的。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如何起一个更加新颖的标题呢？接下来呢，我们可以来问一下 AI。如果说我们直接跟 AI 说现在呢我要做一个年终总结，请帮我起5个标题，大概率呢它回复给我们的答案都是不满意的。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它返回给我们的结果。2023年我们的挑战与成功，回顾与展望，2023年工作总结，好像跟我们刚才的标题没有任何的变化，对吧？那么这里面呢，其实是我们的姿势有问题。那么我们如何来调整姿势，让 AI 返回给我们更加优质的答案呢？接下来呢，教大家2种方法。第一个呢叫引导法，第二个呢叫做投喂法。接下来呢，我们逐一的来看一下。首先呢是引导法。如果说我们在起标题这件事情上面呢，已经有了一些积累，有了一些方法论，我们是可以用这些方法论呢来引导 AI 来生成我们想要的标题。好，我们来举个例子。比如说现在呢，还是用我们在第1节课讲到的框架。首先呢，我们要先给它设定一个身份，并且告诉它要做什么。你现在呢是一名10年医疗行业的服务工程师，你要做一份 PPT 向领导去做一个年终总结汇报。现在呢，请用成果式、悬念式、数字式等标题的起法，起10个有吸引力的标题，并且呢告诉我这些标题用了哪些方法，吸引人的点在哪里。好，大家来看一下。此时 AI 返回给我们的答案，相比于刚才我们直接让它起这个年终总结的标题，是不是好了很多呢？我们来看一下服务设计的力量，我们是如何改变患者体验的？到底是如何改变的呢？数据驱动的医疗服务，我们的数据分析报告这个是数字型的标题，突出数据分析在医疗中心当中的重要性以及价值。再比如说人性化医疗环境，我们如何打造舒适温馨的医疗空间？我们这一年到底在这件事情上面做了哪一些努力？还有包括跨国界医疗服务，我们的国际合作项目案例分享。那么在这一个国际上的合作项目上，有什么一些经验能够跟我们来做分享，能够引发观众的好奇心？那么由此可见呢，在我们前面完全是没有给到一定方向的时候呢， AI 返回给我们的答案呢，都是一些比较泛的答案。那么我们给它提供了一些方向，给到了引导之后呢，它返回来的答案呢也会更加的有理有据。那如果说我对于起标题这些方法没有任何的经验怎么办呢？接下来我们可以用第2种方法，投喂法。什么意思呢？就相当于我们把一些比较好的标题投喂给 AI， 让它学习，然后呢基于它学习的结果呢返回给我们答案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。比如说我们先收集一些市面上我们觉得比较好，或者说公认的好的标题，那么我们可以让它去学习这些标题呢到底好在哪里。好，这个时候呢 AI 会自动的去进行学习，去拆解这些标题到底是好在什么样的地方。好，你看这是 AI 返回给我们的答案。这些标题呢吸引眼球，能够提供价值，简洁明了，有针对性，并且呢去解释里面的每一个环节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可以让它基于刚才学习的要点呢，给我们起10个有吸引力的标题，并且呢注明这个标题好在哪里，吸引的点在哪里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时候呢它返回给我们的答案。
创新服务设计提升医疗体验，2023年医疗行业服务设计总结。你看，这是一个主标题跟副标题的结合。再比如说，以人为本，打造更优质的医疗服务，医疗行业服务设计案例分享，是不是感觉也不错？相较于我们在最开始的答案，是不是能够更加符合我们的要求？那有些人可能会想，有了 AI 之后，那我之前所积累的能力是不是没有用了呀？其实并不是。大家可以看到 AI 它能够给你提供大量的信息，但是呢，也需要你具备判断以及筛选的能力。在刚才的10条标题里面，哪一个标题确实对于受众来说它能够有吸引力？你有没有判断的能力？你能不能够通过以往的经验去做筛选？这个能力呢也是非常重要的。如果说你过往呢有了这一些经验，那么用 AI 它能够帮你把这些经验呢给放大，缩短自己创作的时间。所以说淘汰你的人呢并不是 AI，而是那些会用 AI 的人，他本身呢有一定的工作经验，现在呢他还懂 AI， 能够让 AI 帮助他基于他所拥有的经验呢，去批量的生产一些优质的内容。原本呢起一个标题可能需要花20分钟的时间，但现在呢有了 AI， 有了自己的方法论加持之后呢，他可以用1分钟生产出10条优质的标题，是不是大大提高了整体的效率呢？接下来呢，我们来看第2个场景。比如说现在呢，你要给新员工做一场安全相关的培训，然后呢要起一个有吸引力的 PPT 标题，能够抓住观众的注意力。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来做呢？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如何用 AI 来告诉我们答案。如果说我们直接把这个指令呢让 AI 来生成答案的话，你会发现还是我们刚才说的问题。这个提问呢过于的宽泛，那么 AI 返回来给我们的答案呢就越加不精准，因为它不知道你到底是面对谁，要做什么样主题的培训，所以呢它返回来的答案呢都是特别宽泛的。那么接下来呢，用我们前面学到的方法一起来看一下。首先你要先给它一个身份，比如说你是一个资深电力行业的从业者，然后呢他要做什么事情？现在公司需要你为新入职的员工围绕安全进行1小时的培训，然后呢要求给到10条有吸引力的 PPT 封面标题，字数呢要求在15个字以内，要求工整，并且内容跟设备相关。你看此时此刻它返回来的答案至少跟我们所在的行业，跟我们所要讲的内容呢它是强关联的，对吧？好，那么这一些呢是 AI 返回来给我们的答案。我们来看一下安全无小事，电力行业的风险与挑战，安全第一，设备使用与维护。如果说我们对于这些答案呢不满意，还是可以用我们前面讲到的2种方法呢来实践。比如说现在呢，我们先给他投喂一些比较好的标题案例，让他进行学习，然后呢基于刚才学习的成果，再对我们要做的这个安全培训的标题呢去做优化，并且让他告诉我们这个标题到底好在哪里。我们来看一下此时返回来的几个标题。安全无小事，电力行业风险大。你看，如果说你作为一个电力行业的人员，那么看到这个标题之后呢，会有什么样的感觉？会不会把这些新员工给劝退呢？所以你可以发现 AI 返回来给我们的答案呢，不一定每一个都非常的好，我们需要具备筛选的能力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其他的。安全有诀窍，让你轻松上手，感觉还不错，对吧？好，我们来看最后一个，安全知识宝典，保障你的生命财产。这个标题看起来是不是更加有吸引力一点呢？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来看第3个场景。比如说你是一个新媒体运营，要在公众号、小红书等等的平台呢去发布一些文章或笔记，那么标题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。假如说现在呢你是一名新媒体小编，要写一篇用 ChatGPT 起标题的文章，好，现在呢你要对这个文章起一个有吸引力的标题，希望呢能够吸引更多的读者点击到文章当中。那么可以怎么做呢？
接下来呢，我们可以引导 AI 给我们提供一些标题的选项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如何来发问。首先呢，先给他一个身份，你是一名有7年资深公众号运营经验的编辑。现在呢，请围绕2个关键词 ChatGPT 写文章标题，起5个标题，然后呢，在20个字以内。此时呢，它返回来给我们的答案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ChatGPT AI 写文章标题的神器。7年资深公众号编辑教你用 ChatGPT 写好文章标题。ChatGPT 如何帮你提升文章的阅读量？感觉还可以，对吧？那现在呢，我们可以逐步的来进行引导。比如说，现在我们希望他尝试用幽默风格的语言呢来进行回答。那我们来看一下，此时内容还是跟我们刚才讲的2个关键词 ChatGPT 写文章标题是有关的。但此时它的风格呢会变得更加的幽默，更加的活泼。我们来看一下 ChatGPT 是啥？听说能帮我写文章标题啊，那我得赶紧试试。资深编辑分享经验，用 ChatGPT 写标题，让读者眼前一亮。哎呀，又到了写文章标题的时候了，还好有 ChatGPT 这个小助手，看起来是不是也不错呢？当然，除了用幽默的风格之外呢，我们可以尝试用不同的引导方式。比如说现在呢，请用身份标签的技巧来写5个标题。此时呢，它会在前面添加上一些标签，引用名人或权威人士的话呢，让这一个标题更加的吸引人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科技达人听说用 ChatGPT 写文章效果惊人。营销大师如何利用 ChatGPT 写出吸引人的标题？创意玩家 ChatGPT 能否成为你写好文章标题的秘密武器？看到这个标题，大家想不想点击进去看一下呢？好，除了这个之外呢，我们还可以说，现在呢，请用数据的技巧再写5个标题。好，此时呢，它返回来给我们的答案呢，只有数据，但没有具体的数字，对吧？那么这个答案呢，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。我们可以引导 AI 说，这个数据技巧啊，指的是标题里面要有具体的数值，请重新输出内容。好，你看这个时候呢，返回来给我们的答案，用 ChatGPT 写标题，成功率高达 80% 以上。ChatGPT 帮你写好标题的概率有多高？ 90% 以上的专家推荐它。用 ChatGPT 写标题真的有效吗？ 50% 以上的用户表达赞同。ChatGPT 让你的文章更具吸引力，数据显示它能够提高 15% 的阅读量。那么有了这些数据的加持之后，是不是看起来呢更加的吸引人一点呢？那么还是我们前面讲到的观点， AI 它能够提供给我们多少有价值的内容，关键在于我们提问的方式以及引导的方式。另外呢， AI 它能够提供大量的信息，但是哪一个能够有效，需要我们自身有一定的判断与筛选能力。好啦，以上呢就是我们讲到的用 AI 帮助我们完成各类标题的写法，你都学会了吗？